游戏《地狱边境》被很多玩家视为神作，而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很多人都说它的内容讲的是姐姐出了车祸去世之后，弟弟闯入地狱拯救姐姐的故事。然而经过这样子的分析，这个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如果只是一场车祸，为什么路上会有阻碍他的野人蜘蛛和机关枪呢？这样子翻阅了诸多资料，最后发现，其实这个拯救姐姐的剧情，只是某些玩家根据这个燃烧的轮胎而猜想出来的。想要真正的弄清楚地狱边境最终发生了什么，还要从另一款热门游戏《英赛》的聊起。英赛的一开场便是红衣少年在丛林一路奔跑，躲避黑衣人的追捕，直到小男孩被失控的野猪冲撞，才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座小城。然而这座小城的居民却全部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甚至你可以通过一个头盔控制这些行尸。拥有着独立意识的小男孩便成为了被搜捕的目标。为了躲避搜捕，小男孩一路逃脱，不仅要躲过探照灯和猎狗的围猎，有时甚至还要在实验员的眼下伪装成行尸。可是小男孩越是逃脱，越好似接近实验室的核心，直到小男孩在水下遇到了这个披头散发的女孩。起初酱子以为这个女孩想要害死他，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女孩竟然在小男孩的体内不知道安置了什么，让小男孩不仅拥有了在水下自由活动的能力，甚至具备了吸引行尸的能力。随着进一步的逃亡，小男孩竟然来到了实验室的核心。可是此时实验室内的工程师早已无暇顾及这个拥有个人意识的男孩，包括行尸在内的所有人都聚向了中央的巨大的实验器皿。最终小男孩被吸进了实验器中，男孩拔掉了实验器中巨大肉球上的控制器，并与肉球融为了一体，带着肉球一路厮杀冲撞，最终逃出了实验室，却在阳光下终于失去了生命。然而玩到这里，很多玩家依旧没有弄明白这个游戏到底讲了什么。那么下面就让酱子为大家一一揭秘。在英赛的中，地面或者墙面上会经常出现一组非常不起眼的数字。根据这两组不超过5的数字，国外一名玩家使用了波利比奥斯方阵加密法，将这几段文字解密了出来，而揭秘出的内容正好对应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别可怜这个忙碌的怪物，无情的人类》。在这首诗中，诗人嘲讽了人类病态扭曲的发展，人类不可能超越自然，创造一个出生的世界，却揭示了这个游戏的一个重要背景。科学家们在试图创造出一种新人类。游戏初始时，城外一只被白色蠕虫感染的猪出现了失控的状况。在游戏后半段，有一个失重空间，很多行尸飘在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行尸身上滋生着这种寄生虫。而这种寄生虫真的仅仅只能控制自己的意识吗？这些倒吊在液体中的行尸实验体，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偶尔会有短暂的抽搐。在实验室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残肢的行尸。因此，这种寄生虫的另一种能力其实是让宿主能在各种极端生存的状态下保持生命体征，而工程师则利用寄生虫的这种特质，不断地抓平民进行实验，以创造出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的无意识人，从而为人类进行劳动。而游戏的结尾，那个肉球则是研究成果。而游戏彩蛋中，当小男孩拔掉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插头后，你会发现小孩便失去了行动力。而这些插头连接的是什么呢？游戏的最后，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管道连通的都是肉球的实验舱，因此这些插头控制的其实是肉球的生命体征。也就是说，小男孩把所有的插头拔掉后，之所以失去了行动力，是因为肉球失去了行动力。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小男孩其实是被肉球召唤而来，就像小男孩头上戴着头盔可以控制行尸一样。小男孩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肉球控制的。换句话说，小男孩是肉球外在的化身，而这个肉球
玩手游就看哎呀酋长。